嗨，欢迎大家来到不爱就散，我是念华，我是方月。好，也谢谢您收看跟收听。自从这个 podcast 的成绩让我们两个很鼓舞振奋之后，我常常都会提醒说，在录这集的时候口齿要稍微清楚一点。老师你已经够清楚，你是在提醒我？不是，因为我跟方玉有时候讲到笑点，两人会这个笑不可遏，对不对？哦，然后对，接下来讲话就像聊天一样哦，很怕大家听友觉得听不清楚。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个案呢，是我们两个共同听到的一个真实的个案。对，那所以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真实的个案呢，就是有一对少年的情侣，他们在未婚的时候怀孕，那后来呢，女孩子就嫁到了男方家，经过了24年的婚姻生活。这个女性因为跟婆婆同住，所以在北台湾，她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受苦忍耐的生活。这个女性现在也还没有，就大概才刚刚到前中年期哦，所以你要想象的这个并不是发生在什么70啊跟80年代的事情，就是现在。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夫妇共同打拼买下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一个太太因为在生活的时候，这个女性可能是生活的辛苦太多了，那这个辛苦我们后面会补充。她的婆婆从她进入这个家庭之后就非常看不起她，所以对她有很多在身心上确实涉及虐待的行为。所以当她跟她先生独立买房之后，她那时候这个女的已经开始洗肾了，所以她非常担心，如果她有一天身体出现什么重大病变，意外去世的话，他觉得这个房子他先生很可能会当成孝亲房，意思就是说他的所有权可能会转移啦。那所以呢，他曾经流产到2个小孩，那他自己的感受说，这个流产确实是因为婆婆的对他的身心折磨导致的，而且他说他的婆婆跟小姑会联手陷害他，让他的先生误会，所以他还有被先生殴打跟家暴的这个经验。那他现在就是对这个房子万一他自己去世后，这个房子将来的去向他心里觉得很担心，因为他已经有孩子了，他怕他先生没有留给孩子，然后先给父母我首先想请问的是，当他现在准备预立遗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集能够讨论到他的遗嘱里面，他可不可以在遗嘱里面按照继承权的这个遗嘱有继承权的顺序，方玉律师要不要再跟我们重复一遍？就是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他的孩子然后呢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父母跟祖父母那这是民法1138条有规定的，那大家可以去参照。好，那他的孝亲房还有一个概念，他不希望这个房子将来他婆婆住进来，所以他在问说，我的遗嘱可不可以列说，此栋房屋某某某我婆婆的名字不能入住，否则某某某我先生的名字将会丧失这个房子的继承权或居住权。他想问他的遗嘱里面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排除性的预立？好，基本上第一个刚才我在提到的继承你现在想象你叫大家跟着我走一遍因为这位女性呢，她身体有重病，她有4个孩子。好，那么她的继承将会是谁呢？如果发生了继承事件，那就是由她3个孩子加上她的老公呢，都是她的法定继承人那这个才是关键题。那第二件事情是，那她担心了什么呢？她担心的是她老公如果有继承权，那她这个房子就可能会给她的婆婆住。但是她认为这个婆婆在她如果没发生继承事件之前都已经有虐待的行为了。那本来如果有虐待，依照民法1145条是属于丧失继承权的。好，可是但是她婆婆本来就不是她的继承人，所以呢也不用去讨论丧失继承权。她重点是在于她的先生有继承权，跟有所谓的夫妻财产制的分配请求权，有这2个权利呢，导致让她这个房子，她担心如果她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她非常的不甘心她在法律上的逻辑长这样的。那第二件事情是，那如果说就刚才念华老师在问的，那她能怎么做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丧失继承权的事情。那他讲说，如果你怎么样就丧失继承权，那么其实民法1145条的丧失继承权必须有几个原因譬如包括有虐待，譬如包括没有负抚养义务
经这个继承人为一个说你丧失继承权的一个声明这个被继承人必须要做这个声明，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虐待事实，再加上被继承人，譬如说这位太太呢，她做了一个说你丧失了继承权的声明，她才会符合了丧失继承权的规定。但是呢，现在她老公有做什么吗？她老公不是像刚才讲的说不让她吃饭，也不是怎么样，她老公有一个地方叫殴打。好，这个确实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达到虐待的行为？假设她的老公有达到我刚才讲已经被认定虐待，她确实可以在遗嘱里面讲她的老公丧失继承权。好，那这个事情她讲了之后就算数吗？也没有，因为呢，法院还是会去判断她是不是真的丧失继承权。所以呢，她4名孩子日后呢，他要主张他的爸爸没有继承权的话，得要去证明他爸爸长期的殴打这个他妈妈，好，所以有丧失继承的事由。好，所以呢，他的遗嘱可以做几件事情，就是主张他的老公丧失继承权。第二个呢，他可以主张这个房子指定我的分配方式，譬如说我要这个4个孩子。我这个房子呢是要给4个孩子的谁或者是他们4个共有。那我的老公呢，譬如说我的特留份可能就是涉及到动产、存款啊、保险啊保险我是指说那种所谓的趸缴的那种具有保险价值的那种保险单，就是对于我一些动产就是在符合特留份的范围之内能够留给她老公。那什么叫做特留份呢？哇，这里很多的法律我们刚才讲4个孩子再加上老公不是就1/5吗？他的特留份就是6分就是乘以1/2，也就1/5乘以1/2就是1/10。你只要在你所有的财产里面给他1/10的特留份就可以了。所以呢，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这是他的继承的一个安排。那第二个问题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用遗嘱信托的方式？因为呢，她现在婆婆也都住在那里，那我的遗嘱信托，我信托给我可能已经成年的长子，因为她很早就生这个孩子了。如果她已经成年的话，她就遗嘱信托会给她娘家的，譬如说她妹妹那遗嘱信托给她就是把财产呢日后移转给她，等到她孩子成年之后再给移转4个小孩。也可以做这样的约定。那这个居住呢，是说在这个遗嘱信托期间内呢，我还是可供4个孩子加上我的老公跟他现在家人呢一起共同居住。可是等到我孩子成年之后，就必须要整个把财产交给这4个孩子。同样的，就是注意到刚才那个特留份，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安排。好，那听到这些，我们看到的是继承权利对，那他很介意的一点就是听起来。她只是在乎她先生继承了这个房产之后，她不希望她婆婆成为住进来的那一个女主人，所以她才会用孝亲房来形容。她可以在遗嘱里面，在她的先生没有任何的妨碍她先生继承权的情况下面，限制她先生继承了她的不动产以后怎么运用吗？不行。她不可以，就是因为你100年之后，说实在，你的继承就叫概括继承那后来有一个叫限定继承的概念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那么他继承之后，那个财产是当然的，法律上就变成了继承人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关于配偶有继承权，然后关于孩子第2顺位，第3呢父母，第4呢就是手足祖父母等。那虽然姻亲就是公婆就叫他的姻亲那他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在继承权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基本上确实会产生了我刚才讲的，就像老师在问的，因为我现在继承人就是我老公我老公会给他父母住，这不是很当然而嘛？所以你可以透过遗嘱信托的方式交给他4个孩子的受托人，譬如说是他的妹妹然后呢在这个受托期间内的安排，到财产移转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去处理这个房子的使用权。但是有一件事情，祖孙之间也有法定抚养义务所以呢这个是在法律上的解套在一个很家族的法律制度之下，确实有点困难只是说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对，既然方律师提到了这个抚养这个我们就来再回顾一下，这也是为什么不管这个当事的女性，她在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婚姻生活里面，婆婆成为她一个最过不去的那一个坎，在她重病或者她想到她将来临终的时候，但
事实上呢，不管是他现在活着，或者他去世以后，他先生对于这个直系亲属，他的抚养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所以是不是一起住在他名下的这个房子，这是一回事，但这个可能是包括他抚养义务的，他先生愿意同居共处的一个部分。民法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哈，对啊1114条，左列亲属互负抚养之义务，直系血亲相互之间。譬如说，直系血亲就是他的先生跟他妈妈，他就互负抚养义务。所以他如果是一个继承人拿到这个房子，他如何不让妈妈住？还有夫妻之一方与他方的父母同居者，这个相互间有抚养义务。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族婚，也就是说，万一她老公先走，然后呢，这个妻子还要抚养她的直系姻亲啊，就是她的婆婆就是她的直系姻亲，就夫妻一方与他方的父母还同居，我还要负有抚养义务。还有第三，兄弟姐妹相互之间，这个可能有的人不会注意到，兄弟姐妹相互之间，对，就是手足之间会，譬如说你哥哥或者你的妹妹什么发生什么事，他互负抚养义务，这是家族概念啦。家长家属相互间，对，在没有同志婚的情形下，很多就是用家长家属就是你看到户口名簿上面会写个家属，有没有？那个就是家长家属的关系。那我想他当然是希望他在洗肾的期间维持这个生命健康的品质不要想的那么多，让自己心情更郁足了哈。在这一段人生过程中，对于婆婆的虐待情事请问做媳妇的她可不可以采取司法救济来保护自己？比方她说她的婆婆几乎都给她吃隔夜的饭菜，因为就会言语上跟她说你都没有工作，那你吃隔夜的，那现炒的你不要吃。她没有工作，她照顾4个小孩耶，这好了不起。对，所以就说，比方她还觉得她婆婆常常会跟她小姑联手，设置一些看起来是她的不是，然后她跟先生解释不清，两个人产生冲突，以至于她会被她先生殴打那还有其他，她觉得她婆婆长期对她精神压力跟虐待，她可不可以采取什么？其实我们在法律形式来阻止吓阻婆婆同一个屋檐下这样的一个加害行为。好，我觉得这个在法律上有保护令可以使用啦法律上都有救济的管道。那我只是站在这位女性的立场，就是她因为结婚的很早，所以她从小应该讲从年轻就必须要照顾孩子，而无法工作那对我来讲，就是她处在一个某种寄人篱下。某种就是好像公婆来协助照顾你这对小夫妻所以呢，一开始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对，很可能就是说她先生还没有任何独立生活能力，所以她婆婆可能就觉得说，我原来是要养一个儿子，怎么突然变成还要多养你？对，多养他嘛所以在很多的小夫妻的案例当中，就是很多的那个 NGO 啦都有在做小夫妻的服务嘛那在早期这样的小夫妻通常都会生下来之后，他不必然的真的走入婚姻不必然，他有时候会透过受出养机构来协助照顾他的小孩那所以你看到这边的一个选项，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如果是小夫妻，那有些人是可能就不生不生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没有办法提供给这个小孩就是小孩生小孩嘛给这个小孩更好的一个未来，因此有一个人工的一个流产的方式处理。那现在流产率有慢慢增高，也就是小妈妈也会继续留下这个孩子，可是小妈妈因此会影响学业也会影响她未来的生活跟她未来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需要大家更多不是透过婚姻来解决我们觉得好像结婚就可以，这句话是 take away， 对，就是说在完全没有办法独立完全还没有想象跟规划人生的时候，怀孕有了下一代，结婚是不是一个唯一的解决选项？对，我会认为说大家可以在这个世代我觉得去允许小妈妈小爸爸不一定进入到婚姻，因为有时候进到婚姻就刚才像这个故事里面，他婚龄24年，那这样的发展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因为公婆可能觉得一时他就必须要承担这么多的事，
所以对他有一个不平衡跟抱怨，所以他就展现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呢，去宣泄他的怨气哈。那这个是不对的，好，我讲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也是违法的事。但是你确实可以理解到这个家庭他的为难跟困难，好，那所以当我们在想我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结婚这一途才可以让我的孩子过得更好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再去思考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就不必然的进入婚姻，然后就连续生下了4个孩子，你想看看这位女性，我相信玉文你们也会想要在留言里面，如果你是她的亲朋好友，你会怎么建议她？当然会建议她离婚，可是你想她有4个孩子，她的离婚到底她又那么早进入婚姻，她如何再重返社会？那如何跟她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亲子关系？这件事情一定是这位女性最大的困难。所以人生的顺序有时候是倒过来，有时候我们会在可能30几岁才可能进入备孕，进入婚期，但是他可能比人家来的早一点，就是提前。那当我们人生顺序不一样的时候，不意味着不正常哦，它还是很正常，只是说解决的方式也许不用那么传统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将来的出路可能会不太一样，对，会不一样，整个人生发展都会不一样。好，所以刚刚最后问方玉律师刚刚提到那些 NGO 组织在我们台湾里面，大家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资源来咨询。对，像立新基金会跟善牧基金会哈，他们应该尤其是立新基金会，他们已经服务非常多年了。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像刚才讲小爸爸跟小妈妈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哈，那我真的很建议善用资源，就是善用这个电话来求助，不必然只有一个答案。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和收看不爱就散，不要忘了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在 Podcast 的部分也欢迎大家能够订阅下载并给5星好评。好，期待我们的不爱就散分享的讯息内容能够供应给那些这个时候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拜拜。